我是学乐 Tuber 鲁罗罗。近期释出了万叶复刻 Q&A 的基础篇，不知道大家都看过了吗？如果是还没抽万叶或是对万叶还不了解的萌新们，请务必看过最初始的万叶角色全分析影片以及基础篇的复刻 Q&A。如果基础的元素反应还不熟的话，也建议要连同新手小学堂的元素反应都要再看过咯，不然接下来应该会听不懂洛洛在讲什么。假如都已经看过的话，就可以跟着洛洛一起来看进阶版的万叶复刻 Q&A 啦。相信现在已经抽到万叶的你，应该已经能够感受到它带来的游戏体验了吧？而想要再把万叶玩得更透彻或是打核爆，除了增伤外，你还需要了解的是万叶的扩散染色机制与顺序，以及了解元素附着与聚变反应的观念，这样才会知道如何使用对的手法来让你的主 C 打出最高的伤害。假如染色错误，那可就打不出漂亮的数字，也没发挥出万叶的核心玩法。影片中也会补充一些万叶强势主流队伍的配置和操作手法。那影片开始前，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洛的频道的话，记得先订阅一下哦。如果是初玩的萌新，应该都还停留在最基础的元素反应机制中，像是七大元素之间水克火，火克冰，雷与风炎以外的所有元素无克制关系，风和炎元素被水火冰雷克制，风和炎元素彼此不反应等等。而若是要再深入了解万叶这个男人的话，就要开始再更熟悉进阶的元素论。在提瓦特大陆的世界中，虽然没有明示的新手引导，但其实所有的元素攻击都具有元素量，这元素攻击包含破盾。所以如果你听到有些人说强火弱水这种词语的话，就是在说该元素攻击的元素量强弱。而元素量的强弱主要是依照元素反应后元素残留的时间长短来划分，元素残留量会随着时间越长逐渐慢慢消耗。目前元素论中大致上将原神中所有角色的元素量强弱分成3个强度，还方便用来计算抵消的数字。残留时间 9.5 秒为弱元素等于1，残留时间12秒等于强元素等于2，残留时间17秒等于超强元素等于4。如果想要查询每个角色的各个天赋技能的元素量强弱，洛洛会把相关的表格连结附在下方，有兴趣的可以去查看。而当有了元素量强弱的概念后，再带入元素反应的克制关系中，以班尼特的 Q 大招会使敌人附着强火，再用叶蓝一技能附着弱水，捆绑敌人并爆炸后，就可以消除敌人身上附着的火元素。而由于水元素克制火元素，所以弱水可以抵消强火，需要先有这样的元素附着概念。而如果假如是水加雷的感电反应的话，由于水与雷没有克制关系，当触发感电反应后，两者的元素量会同步消耗，直到其中一个元素量消耗殆尽为止。扩散反应被重视是在原神 1.6 版本更新后所加强的。首先要先知道扩散反应就是风元素消耗了某单位身上的元素量，再对周围单位造成增量的元素附着量。这边的单位不仅仅是只有指敌人，即便是丘丘人的木盾或火把，深渊法师的元素护盾也都可以算是被扩散的单位。以实战中的例子来说，就是假设2个丘丘人身上被附着水元素，此时再切风元素角色出来对敌人进行风元素伤害，这时丘丘人在受到风元素伤害的同时，还会再出现水元素伤害的数字，这个水元素伤害的数字就是来自于扩散反应的伤害。假如此时2名敌人身上各有附着不同的元素，一个水或一个火元素，在使用风元素角色进行风元素伤害时，这2个不同元素可以同时被扩散，并且若存在多种元素，也可以同步触发蒸发、融化、超载、感电等等的反应。而如果假如扩散者穿的是风套4件，1号被扩散者会先受到风套减抗，再触发扩散伤害。而如果是周围的2号被扩散者，则是会先受到扩散伤害，再受到风套减抗。而在计算扩散伤害的时候，也要注意有元素附着 CD， 因为同种类的元素反应攻击手段，攻击同一个敌人时，元素附着的 CD 为 2.5 秒，或是需要经过2次攻击间隔才能再次触发反应。而不同敌人的附着 CD 是独立的。此外，扩散伤害结算也有 CD， 每 0.5 秒内最多结算2次扩散伤害。影响扩散伤害的数字则基于扩散者本身的元素精通，不受暴击率、暴击伤害影响。所以为什么万叶非满命之前实验物都不太用堆双爆，原因就在这边。扩散反应也有另外一个需要被注意的现象，就是被扩散的单位是多个以上被附着元素的话，在被同时扩散的情况下，这多个单位的元素量会因为扩散的关系，身上的元素附着量会增加。假如2个丘丘人身上同时被附着弱水，在被弱风同时扩散的情况下，丘丘人身上的弱水会转而升格为强水。先用叶蓝破局使蓄力射击，让3名片片花皆附着上弱水。当3个片片花靠近时，身上还可以看到挂有弱水。此时再透过万叶长衣打出强风扩散
3个片片花身上的水元素就会升格转为强水。岩卫万叶脚下有班尼特 Q 大招的强火附着，当万叶下落攻击时会在燃火，消耗片片花身上的强水，还会有些微水元素在片片花身上。而在这边，如果万叶有在下落攻击时将片片花身上的水元素因扩散而消耗完的话，下落时就可以打出火伤并触发扩散，使得水元素和火元素都确实得到增伤。而假如片片花身上的水元素没有消耗完的话，像是万叶用短一就会是弱风扩散水，下落攻击时还有水元素残留，打在班尼特领域中就会触发蒸发而不是扩散。而由于水加雷是可以同时共存的元素，因此敌人身上是可以同时有水加雷元素的状态。这时候若是透过风元素进行扩散，则会优先消耗敌人身上的雷元素，产生雷元素扩散伤害。若是消耗完风元素还有残留，则会再消耗剩余的水元素，产生水元素扩散。这边只是初步解说一些常见的扩散反应现象，还有一些更深入的扩散反应机制跟数字计算，洛洛也会把相关的参考资料连结附在影片说明栏中。有想要原神哪天出测验拿到100分的话，可以自己再好好拜读一下这些东西。而大致上的观念有了之后，就可以再来更了解万叶这个男人要怎么玩咯。像马密班尼特的 Q 大招可以替单手剑、长枪、大剑角色的武器进行火元素附着，重云一技能可以附魔冰元素在近战武器上，这种单纯只有武器被附魔的元素是不会被扩散的。即便请团长的 Q 大招也是只能扩散附着在角色身上的元素，但如果武器上的附魔元素有经过切换，在这切换的过程中就可以被扩散。举例像是满命万叶在满命班尼特的 Q 大招领域中长一加下落攻击，万叶的武器原本是附魔火元素，而在下落攻击时转化为附魔风元素，这切换的过程可以产生一次扩散反应，因此也可以使周围敌人造成火元素扩散伤害，并且降低火抗。接下来我们要了解的就是万叶大招的染色机制。染色指的就是天赋技能叙述说的元素转化，而在了解染色机制前，要先知道元素染色也是会有先后顺序的。原神中除了风主的染色顺序是冰、火、水、雷，其他的风元素角色的染色顺序都是火、水、雷、冰。再来可以知道的是，万叶的一技能短按是弱风，长按时为强风， Q 大招出刀的瞬间为强风，后面流风秋野的持续风元素为弱风。透过被动天赋2触发扩散滋伤的时长为8秒，当万叶在后台时还是可以透过流风秋野的扩散持续触发。也因为第一刀扩散的是强风，后续扩散的流风秋野是弱风，因此我们就可以做染色 A 元素扩散 B 元素的打法。此外，若是搭配风套4件的话，风套提供减抗的时间为10秒，但必须要万叶在前台触发扩散才可以有减抗，因此要注意两者在 buff 的触发条件跟输出手法的时间把控。前面讲到染色 A 元素扩散 B 元素的打法，运用到实战中就可以是让班尼特给自己附魔火元素，再透过水元素角色使敌人挂上水元素，再切换万叶开 Q 大招或是长一。不过因为万叶的大招没有聚怪效果，加上扩散反应的范围并不大，大约是以主要目标为中心，其周围的4米左右。如果敌人的位置都很分散的话，就不容易燃火扩水，所以手法上最好要先开万叶一技能聚怪，再打双扩散。万叶聚怪的范围大约有7米，如果超过扩散范围，敌人只会受到风伤，而不会被扩散元素。这边再总结3个可以实现双扩散的手法：一、敌人挂 A 元素，角色挂 B 元素，在万叶场1；二、1号敌人挂 A 元素，2号敌人挂 B 元素，万叶场1；三、让敌人先挂 A 元素，万叶1，让敌人挂 B 元素，万叶 Q。当有实现成功的双扩散，正确的伤害顺序会出现风伤、染色伤害、风伤。此外，假如怪物身上没有附着元素，万叶的伤害结算会是风伤、风伤、染色伤害。如果想要好好的触发双扩散，又不想记一堆有的没的机制，最无脑的方式就是最好都用场1来扩散。因为不论雷9万班队或是万达国际队中的万叶手法，大部分都是要透过场1来达成双扩散。如果用短1的话，往往都会让附着的 A 元素没有消耗干净。像是敌人在被班尼特 Q 挂上强火，夜来2次1挂上弱水的同时，万叶的短1为弱风，触发扩散反应时的第一下只消耗了一部分的水元素，而当下落攻击的第2下风伤，让原本残存的水元素和火元素产生蒸发反应。同一元素无法同时有2种反应，因此就没有办法再触发扩散反应，并且这边只有触发水元素增伤，火元素就还是只有班尼特提供的15%火伤。但如果是透过场1的强风，就可以将原本夜兰附着在怪身上的弱水消耗干净。当万叶再次下落攻击时，可以打出火伤，并且触发扩散反应。
此时水、火元素两者皆得到增伤，也因为强一的时间刚好可以在 Q 完后落地吃到一技能的元素为例，因此在大部分情况下，要透过万叶染色增伤的输出手法，最好都是透过强一，还能同时兼顾充能效率。虽然前面大部分都是提倡万叶都是用强一，但还是有少部分情况会建议需要用短一。比如永动队中，我们可能只想要单纯增伤冰元素的伤害，冰元素的角色大部分技能都是弱冰，若是不小心让万叶长一或是 Q 大招第一刀的强风使冰元素消耗掉的话，后续大招染色就很容易染到水，加上冰元素在染色顺序中也是排在最后面，很容易大招不小心就染色到水。包含冻结时的冰水共存时，若不小心碎冰也是会优先染色到水。因此如果要确保增伤到冰元素，一定要先上冰元素，再接万叶短一，甚至可以不接下落攻击，让落地速度更快，同时避免下落攻击碎冰破坏反应。不过有时候染水也不一定有坏处，像莫娜的水附着不够，可能就需要万叶去蓄水。当一套打不掉怪物的时候，就需要持续有水元素在场上，增加冻结反应的控制。另外，如果万叶的 Q 大招刚好打在敌人的护盾上，也要特别注意会影响到染色。例如水深渊使徒的护盾，就要注意在他开盾前赶快开 Q， 否则就会染到水深渊使徒护盾的水元素。听到这边是不是觉得有很多细节啊？万叶的被动天赋2风物之狮蛹要触发扩散增伤的话，也是要扩散附魔在敌人身上的元素才能触发。若是单纯扩散像是萤火这种无生命物件的话，并没有办法触发增伤。但如果是风套4件的减抗的话，就没有要求被扩散本体的限制，只要扩散到任何可以被扩散的元素，即便是萤火，受到影响的敌人还是可以被减抗。由于火加雷元素会触发超载反应，而超载反应在遇到一些体型小的敌人时，常常会将敌人炸飞，而万叶的大招又不具备聚怪效果，所以虽然原则上是可以燃火扩雷，但是比较适合应用在一些大型敌人的场合。而若是面对群体小型敌人的情况，又想要燃火扩雷的时候，则比较适合透过温迪的强聚怪来看到超载龙卷风，或是先透过万叶场一将怪物都聚在一起。因为万叶被动天赋2风物之狮蛹的增伤效果会基于自身的元素精通乘以 0.04% 来提升全队的元素伤害，但可能就会有人有问题，这样可以用砂糖来替万叶增加元素精通吗？这里的答案是不行的，因为砂糖的增加元素精通是基于砂糖自身元素精通的20%百分比来增加，而万叶的被动天赋并不受百分比元素精通而享受加成，但如果是固定值的元素精通加成，则可以叠加。例如阿贝多的 Q 大招可以增加125点的固定元素精通，所以万叶可以吃得到加成。接下来就是在更进阶套入到实战队伍中来解说双扩散和相关的输出手法。假如你只是有角色，但是却不懂万叶的增伤机制和限制，很容易就会导致你的输出伤害出不来，甚至是染色错误，没有加伤到该加伤的主 C， 那就算你面板刷的再好也没有用哦。首先就是洛洛最爱用的雷9万班队，这队的输出手法比较常用的是雷电将军1、万叶1Q、班尼特 Q、9条沙罗 Q。雷电将军稍等一下，吃到9条 Q 增伤后开 Q。这边的关键主要是先确保让万叶扩散雷元素，触发雷元素增伤。假如是先雷电将军1、班尼特 Q、万叶1Q 这样的顺序的话，有可能会让敌人身上附着的火元素先和万叶的一技能扩散后增强，变成下落攻击后的火元素没有扩散干净，导致还在触发超载反应，继而让万叶的 Q 大招染色到火元素，就只能触发风套减抗和火元素增伤，而没有雷元素增伤。冰元素直伤队伍带来的也是洛洛算是第2爱用的神鹤万星队，操作手法上也算简单，先透过神鹤长1技能使敌人附着冰元素，万叶长1巨怪增伤，下落攻击扩散减抗，讨龙星海1技能冻结，灵华 Q 加闪加1加 A 加重击，后续也可以看情况补上星海的水元素做冻结，再搭配神鹤 EQ， 再接万叶 EQ 减抗，最后灵华战场。主要就是要注意务必要先让万叶确实扩散到冰元素，灵华接在有拿讨龙书的星海后面做最后的收割战场，也因为这对爆发太可怕了，所以很多时候灵华开完 Q 就可以站着看戏了。而且就算有时候万叶不小心没染色到冰元素，也已经把所有的怪都杀得片甲不留了。再来分享一队近期也复刻的可莉纯火队，队伍组成为可莉加万叶加香菱加班尼特，操作手法很简单，班尼特 Q、万叶 EQ、香菱 EQ， 可莉战场输出。起手也可以是可莉的一技能蹦蹦炸弹先出去后，再让万叶扩散增伤减抗。也因为近期的深渊怪物阵容都算蛮简单的，想要尝试可莉打深渊的队伍也可以用用看这一队哦。万达国际队的组成，相信大家都已经很熟悉的是公子加万叶加香菱加班尼特，这队也是最经典的让万叶达成水火双扩散，进而提升全队的水与火元素伤害，并降低敌人的水抗与火抗。
加上双火共鸣可以增加全队攻击力。此外，相邻的大招锁面板也可以持续让输出伤害保持稳定最大化。操作手法为公子在敌人周围开1上抢水，班尼特 Q， 万叶长1加 Q， 相邻 EQ， 公子战场输出。发现很多萌新在看到人拳脚万叶都复刻了，还在犹豫要不要抽，或是想要等后面的主 C。这边也可以请萌新还没看过新手抽卡误区10个问题的影片的话，可以回去看一下19分14秒左右关于长期抽取角色的规划与观念。辅助角的价值和地位通常都比主 C 要来得更高，所以目前已出的7神都可以说是当前版本的人拳脚。就算最开始推出的5星风神温迪，现在可能有被万叶取代的意味，但还是有只能依靠温迪出场帮忙的情况，或是分担需要更多风元素工具人的场合。而万叶距离上次推出也已经超过1年了。当你错过这次人拳脚，你还可以再等1年吗？当然，如果没有抽万叶，但是3金螺旋都能满星的话，也可以不用抽万叶。只是对于刚入坑的萌新玩家来说，如果你很追求强度，又或是要抽卡抽得精、抽得巧、抽得 CP 值高，万叶就是一个具备多功能的辅助角色。巨怪可以为队伍提升输出效率，减抗和增伤则都是可以提升队伍在单位时间内的总伤害量，又尤其能打群体又会更加分。所以万叶就是一个既能提升队伍输出效率，又能提高队伍总体伤害量的辅助角色。而就算没有5星主 C，4星角色的过渡主 C 也可以带你度过前期，并且搭配万叶的辅助效果，也可以让4星角色拉抬到可以比你灵命5星 C 位且更高的输出上限。所以除非你自己的XP让你觉得这支5星主 C 非抽不可，不然站在实用性来说，都会是先把万叶拿到再说。所以这样你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人都该有一支万叶了吗？以上就是万叶的复刻 Q&A 进阶篇，加上基础篇的 Q&A 总共有22题，而在22题中还有一些分支的项目，真的可以说是很像在写论文了。虽然说洛洛自己大致上都清楚元素反应的机制，不过要解释转化成影片的语言对大家进行内容输出，又要站在观众的角度设想是不是会听不懂，中间也需要花蛮多时间整理的。感谢大家耐心等候影片产出，毕竟好的东西需要花时间，而洛洛已经尽量赶工了。真的有种在准备考试的感觉。最后希望大家都能更了解万叶这名角色以及扩散反应的相关机制。那有任何问题可以在底下留言，洛洛都会一回复。觉得影片内容实用，也欢迎分享给更多人知道。若是想支持洛洛的频道内容，也可以点击加入按钮来成为帮会员，或是点击超级感谢赞助洛洛杯鲜奶茶。最后喜欢这支影片，可以点击喜欢给洛洛一个鼓励。目前每周日晚上也会固定直播原神，每周1到晚上9点半更新影片。我是学日 YouTuber 洛洛，我们下次见喽。